我被结婚10年的老婆戴了绿帽子，为了得到我富可敌国的遗产，她把我约到了山上。你去死吧！老婆和情夫把我推下了悬崖，再睁眼，我竟穿越到了古代饥荒年，一个10岁将死的孩童身上，身上枯瘦如柴，眼看就要死了。看到狗碗里有拌的馒头，我爬过去想要吃了，结果差点被恶毒的沈婆打死，嘴里吐出了大口的鲜血。突然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：恭喜宿主解锁了无限兑换商城，里面有白米、精面羊腿，所有稀缺的粮食都能换，甚至还能兑换一个美丽善良的老婆。恶毒沈婆看到后想来抢走，我直接兑换1包老鼠药送他们一家上西天。时间回到穿越前，为了得到我富可敌国的遗产，老婆把我约到了山上悬崖边，风吹得我睁不开眼。你去死吧！这是老婆留在我耳边的最后一句话。我看到她被那个奸夫搂在怀里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身体不停地下坠，狂风也呼呼地往我的耳朵里灌。可一想中粉身碎骨的痛感没有传来，一个奶声奶气的哭声把我叫醒。二哥，你醒醒啊！我以后不和你抢吃的了。我努力撑开眼皮，看到一个半大的奶娃娃正趴在我身边哭，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我手上。我以为是他们一家救了我，刚想开口道谢，却发现自己竟然变小了。你是？我的声音也变成了小孩子的声音。二哥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我去找娘。不一会儿，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被他拉到床边，看着我，终于睁开眼。他们两个不停地哭。长安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娘去给你找吃的。可是这个自称我娘的人脚步虚浮，一看就是饿了许久的样子。娘，咱们没有吃的了。就在我想问问这是什么地方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争吵声。一个微胖的女人正对着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臭骂：大哥，你们家那个病秧子跟狗抢吃的，吃再多也活不了了，剩下一口粮食够我们吃好几天了。你放屁，你才胡说，我撕了你的嘴。说着两个人就要扭打在一起。见状，那个自称我娘的人冲过去把两个人分开。回来，长安醒了，醒了。听见我醒了，男人赶紧冲进来抱着我，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在颤抖。长安，你终于醒了。门外的胖婆娘想偷偷把刚才两个人争抢的糙米包拿走，被一个10几岁的孩子拦住。沈婆，你把粮食放下，那是我们家最后的吃食了。胖女人哪顾得上这些，一脚把那孩子踢飞，后背结结实实的撞到了磨盘上。我娘冲过去给那女人跪下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她把粮食留下。那个死孩子吃了这个也活不久了，我劝你们早些给他找块坟地得了。刚才那个奶娃娃跑过去拉住胖女人的裤腿。沈婆，求求你了，你给二哥留一口吧，他都快饿死了。胖女人蹲下身子，捏住他的下巴，疼得他哭得更狠了。杏儿，你倒不如快点长大，把自己卖了，没准能给这个病秧子换口好棺材。说着，他又一脚踢开奶娃娃，不顾我娘的苦苦哀求，抱着这个家里最后一袋糙米，大摇大摆地离开了。我的拳头死死地握紧，上一世我从未被人如此真心对待过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监测到合适宿主，已强制绑定商城系统，请宿主查看。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蓝色的面板，我尝试用意念滑动了几下页面，白米、细面、红糖，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肉类。我赶紧点击兑换，系统却提示我余额不足。我看着页面上的价格，1斤白米需要1文钱兑换。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，拉住想要出去打架的爹。长安，爹没用，家里的钱都给你买药了，实在没有了，是爹对不住你。我苦笑一声，摇摇头，松开爹的手。爹出去的时候，沈婆已经走了，她把地上趴着的娘几个扶到屋里，一家人灰头土脸地坐在一起，脸上没有一丝生机。娘，你还有钱吗？1文钱就行。上一世的我家财万贯，挥金如土，没想到重来一次，竟然会为了1文钱而发愁。娘摇了摇头，一旁的杏儿却拍了拍膝盖上的土，从身上摘下一个平安福袋。她颤抖着小手从里面掏出1文钱。二哥，这个给你，这是奶奶之前留给我的平安袋，你拿去买药吧。她递给我的时候，还眼巴巴地瞅着那1文钱，最后还是咬牙塞到我手里。杏儿，乖，二哥拿这个给你换米吃。我摸摸杏儿的头发，原以为我这样说，屋里的2个大人应该会面露喜色，可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把我这个几岁娃娃的话放在心上。大哥，你带我去后山上玩会儿吧，我想透口气。大哥张长平把我从床上背起来，我趴在他的背上，他也是个10多岁的少年了，可是后背却瘦得皮包骨头，趴在他身上我都觉得硌得慌。到了后山，大哥把我轻轻地放在草地上，眼眶微红。长安，哥没用，没法给你找吃的了，你别怪哥。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哽咽起来。我知道今天这一闹，沈婆已经把家里所有能吃的粮食都拿走了，如今我们一家人只能等死。哥，我不怪你，你信我，
我能给你们找吃的。大哥没把我的话当真，我借口让他去帮我编个柳叶帽，支开了他，召唤出系统，手里紧紧地捏着那唯一一枚铜板。系统兑换1斤白米，兑换成功。系统悦耳的声音从我头顶上方传来，接着我的怀中多了一袋白花花的精米。大哥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我怀里突然多了个布袋，好奇的过来查查。刚打开布袋，惊得他瞬间坐在了地上。长安，你这是白米啊？从哪儿弄的？大哥意识到什么，赶紧捂住嘴，凑过来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怀里的白米。嘿嘿，刚才在这树底下捡的，哥，咱们有吃的了。大哥眼睛突然变得亮亮的，看着眼前的白米，忍不住吞了口口水。大哥背着我，我怀里紧紧抱着这1斤大米，准备回家熬粥喝。半道上，我突然喊住大哥：“大哥，等一下，咱们不回家，去村头。”长安，咱们不回家喝粥吗？娘和杏儿还等着呢。我冲大哥笑了笑，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大哥，你相信我，咱们去村头能吃到更多的大米。”大哥似懂非懂，眼巴巴地看着那白花花的大米，使劲咽了几口口水，最后拗不过我，还是背着我去了村头。因为饥荒，村头原本聚在一起七嘴八舌讨论家长里短的那些人，也都窝在家里不出来，让我原本的计划有些落空。大哥，这村里谁最有钱？我趴在大哥肩膀上，轻声问他。要说有钱，应该就属张屠夫了。他家有钱，不过他也抠，这年头有钱也买不着粮食，钱也无用。大哥叹了口气，看了一眼村头那几亩荒地，眼里流露出绝望的目光。那他家最近有啥事吗？他儿子最近好像得了什么病，身上淌臭水，怎么也治不好。听说他为这事花了不少银子呢。我哦了一声，赶紧在脑海中召唤出系统。系统打开兑换商城，找到药品。我往下滑了2页，看到许多消炎药都要几百文，我有些泄气。最后终于在最后一页看到了一个5文钱就可以兑换的草药包，下面还注释着对皮肤病有奇效。看到这，我心中顿时有了主意。大哥，你背我去他家。大哥更加疑惑了，扭过头看了看我。长安，你今儿个咋回事？咱们还不回家吗？我都饿了。我笑了几声，又找了几个理由糊弄大哥。大哥虽然不信，但还是把我背过去了。大哥背着我敲响了张屠夫的家门。他打开门，看到我们2个毛头小子的时候，以为我们是来要饭的，根本不想搭理我们。等一下，张大叔，我们不是来要饭的。我听说你儿子得病了，我有法子治。张屠夫立马把门打开，把我们迎进去。虽然已经被骗了很多次了，可是只要听见有人说能救他儿子，他还是忍不住要试一试。你们俩有法子治我儿？张屠夫看着我们2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孩，有些不敢相信。张大叔，你让我试试，试错了不要钱行不？我趴在大哥的背上，和张屠夫聊起来。虽然听见我说不要钱，他有些心动，可轻易也不敢同意。这样吧，张大叔，我这里有一袋上好的白米，你买了，买米的钱我先当药钱。如果我的药有用，那你给我100文；如果没用，你买了这白米，你也不亏，如何？张屠夫被我的话绕进去了，可是他抓住了重点，我们哥俩有白米。他提出要验货，我推脱说把货放家里了，口袋里倒是有一把可以给他看看。臣，这白米我要了，按照现在的行情价，我再给你多加100文，我给你500文买这白米。成，那我哥俩这就回家给你拿货，顺便把药给你拿来。张叔，你再给我点定金呗。张屠夫虽然对我哥俩有点怀疑，但还是抓了几个铜板塞到我手里了。我让哥背着我围着村子绕了一圈才回家。大哥有些不理解，长安，你咋不直接给他？万一他反悔了可咋整？我只笑不说话，让大哥把我放在灶台旁，借口让他给我找个袋子。趁大哥出去的功夫，我赶紧召唤出系统。系统兑换1包草药。好的，为宿主兑换1包草药。系统话音刚落，一道白光闪过，我手中捏着的铜板消失，手里多了一个草药包。大哥翻了好半天，找出来一个洗得有些发白的布袋子。我把怀里那袋白米小心翼翼地倒进去，又拿起灶台上的破碗，抓了2把白米放进去。大哥，这碗白米你交给咱娘，让她熬点粥喝，垫垫肚子，晚上咱们吃好的。大哥眼眶有些红，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。长安，委屈你了。来不及和大哥感慨，我让大哥把米交给娘后，又让他把我背去了张屠夫家里。见我们哥俩回来，张屠夫接过我们带过来的布袋，解开袋口一看，眼都直了。好米，真是上好的精米。他抓了一把放在鼻子底下，深深地嗅了几下，看我们的眼神也热切了许多。米是好米，那药呢？张叔，米给你了，先把米钱给了吧，药我也带来了。说着，我把药包往他眼前晃了晃。张屠夫半信半疑，但看着那白花花的大米，还是先把米钱给我了。我摸着沉甸甸的银袋子，交给大哥清点之后收好。得嘞，那我把药给您，这要煮水外洗，1天2次，
洗之前用干净的棉布蘸温水，把患处擦干净，先用3天。如果有效果，您来找我，到时候付了这次的药钱，我给您下次的药，这样合适吗？张屠夫看了一眼屋里痛苦呻吟的儿子，一咬牙把药包拿回屋交给媳妇。小王啊，这药要是管用，别说100文，我再多加200文酬谢你。张大叔，您太客气了，这药应该有效的，您先给哥用着，到时候效果好，您再看着给点就行。说完，我哥背着我要走，张屠夫他老婆从屋里赶忙出来。别急着走啊，拿着这个路上垫垫肚子。他拿着2块发黑的硬馍馍塞给我们哥俩，大哥连忙道谢，把馍馍塞到怀里，这才背着我离开。走到半路没人的地方，大哥把我放下来，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馍馍，掰了一大半递给我。长安，快吃！我确实也饿了，上一世我从没见过这样粗糙的馍馍，但眼下情况不同，我赶紧接过馍馍咬了一口，粗糙拉嗓子，可我却觉得无比香甜。我们兄弟俩蹲在路边，狼吞虎咽地把2个馍馍吃完，又就着山泉水喝了几口，总算觉得肚子里有了点踏实的感觉。哥，咱们有钱了！我拍了拍怀里沉甸甸的铜钱，大哥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但又有些担忧。长安，这么多钱拿回家，会不会被人惦记？尤其是沈婆家。我拍拍大哥的肩膀，笑得开怀。大哥，这才哪到哪啊？咱们家以后要过好日子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藏好，绝不外露。大哥没再说什么，继续背着我，步伐轻快地往家走。半道上，他终于忍不住问我：长安，你这又是白米又是草药的，从哪里弄的？别糊弄哥，哥虽然不认识几个字，可你这也骗不了哥。我挠了挠头，趴在哥单薄的后背上。哥，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梦里一个白胡子老头教给我好多事，他说咱家太苦了，让我缺什么就告诉他，他能帮咱过上好日子。大哥脚步顿了一下，随即笑出声来。好好好，我们的小长安长大了，会讲故事给哥听了，哥信，以后只要咱们能过上好日子，哥什么都信你的。就在2人笑着说话时，突然从路边跳出来一个拿着大刀的劫匪，一刀扎在我们2人面前的地上，狠力道：跟了你们一路了，铜钱呢？交出来，不然活剐了你们！我连忙从大哥背上跳了下来，手里举着铜钱说：都在这里，你别伤我们。劫匪狞笑一声，伸手就要拿钱，然而我右手却寒光一凛，一把砍刀就砍在了他的手腕上。啊！劫匪疼得尖叫不已，我连忙拉着呆愣的大哥朝着家的方向就跑。大哥边跑边问我：长安，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那可是劫匪啊！我咬牙道：大哥，抢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，我们的钱可是要留着救命生活的，你真的甘心送给他吗？大哥这才咽下了唾沫。到了家，刚进屋就闻到一股香喷喷的粥味，虽然刚吃了一块馍馍，可哥的肚子又咕咕叫起来。爹娘从灶台旁给我们端出2碗粥，里面有白花花的蛋。我看了一眼他们2个人的碗，又看了一眼杏儿的碗，突然鼻头一酸。娘，您和爹怎么只喝空的？米都给我们了，你们吃什么？经过我一说，大哥才注意到爹娘的碗里只有米汤没有米。你们吃，你们吃，爹娘不饿。可是我明明看到娘和爹饿得都抬不起头了，走路也虚着步子。爹娘，我们哥俩今天给张屠夫家做工，他给了我们好多银子，一会儿我就去弄点粮食，你们吃。大哥和我对视一眼，连忙点头，又从怀里掏出剩下的那个黑馍馍交给娘。爹看向我和哥的时候，眼眶都红了。是爹没用，你们哥俩都瘦成这样了，还要出去做工，是爹没用啊！我把碗里的粥倒给爹，然后给了我哥一个眼神，他立马心领神会。爹娘，我们有钱，你们放心，长安说能让咱们吃饱饭，就一定能。说着，他把钱袋子摆在桌子上，摊开给爹娘看。爹娘看到钱袋子里满满当当的铜板，立马睁大了眼睛。我借口去茅房，拿着几个铜板去了灶台旁。系统，我要兑换。我看着兑换商城上琳琅满目的商品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。我选了几个白面馒头，点击兑换，瞬间一道白光闪过，手里多了几个白面馒头，揣着热乎乎的白面馒头回了屋里。我把馒头分给爹娘和杏儿，杏儿再也忍不住，大口大口的吃起来。爹娘，你们也吃啊，吃完了我再去买。爹娘捏着白面馒头，愣愣的看着我，娘甚至把手敷在我的额头上。你还是长安吗？这都哪里弄的？咱都是本分人家，你可别。娘，这都是我花钱买的，绝对干净。你快吃吧，吃饱了咱们一家人好商量后面的事情。在白花花的馒头的诱惑下，爹娘还是忍不住大口吃起来。就这稀稀的米粥，一家人也吃得有滋有味的。一家人吃饱喝足，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些气色，虽然看起来仍然面黄肌瘦，可是最起码没有死气了。爹把剩下的半块馒头小心的包好，准备留到明天吃，一边包嘴里还嘀咕着埋怨自己刚才吃多了，害得大家明天没得吃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中酸涩，但也燃起了我的斗志。爹娘，咱们得好好规划一下以后的日子。
我坐在床边上，搂着杏儿，对爹娘认真的说道。他们听见我说这话，脸上满是惊讶。长安，你这生了一场病之后，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？娘忍不住发问。娘，我长大了，能给家里出一份力了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让咱家吃饱饭。说完，我环视一圈这个破败的家，土坯墙裂了好几道缝，屋顶还露着光。首先，咱得把房子修一修。娘叹了口气，刚才心中的疑虑瞬间打消。长安，能吃饱就不错了，修房子哪来的钱？我和大哥对视一眼，从怀里掏出张屠夫给的铜钱，沉甸甸的一小袋。娘，这是刚才给张屠夫家里卖米和草药挣来的钱。张屠夫的儿子有疮毒，我弄了点草药卖给他，兴许有用呢。爹立马急了，把银袋子收起来。长安，这骗人的事儿咱不能干。那张屠夫也不是好惹的，以后找上门来，咱可咋办？还好大哥眼疾手快，把爹按住了，不然爹就要背着我出门了。爹，这是长安卖米的钱，要没要钱？有效果的话，张屠夫再来给钱。大哥替我解释道。爹半信半疑的坐下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怀疑。沉默许久，娘叹了口气，轻声说道：好了，孩子们长大了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做蠢事。这年头上哪能偷到这样的白米？咱就信长安一次。得了爹娘的准许，我和大哥拿着钱分头行动。我让大哥和爹去后山上寻摸一些木材，而我则躲在灶台旁，准备在兑换商城里买一些其他材料。我趁娘带着杏儿睡觉的功夫，悄悄换出系统界面，目光锁定在建筑材料一栏，石灰瓦片和铁钉一应俱全，价格都比市价便宜不少。我盘算着手里剩余的铜板，放起来一部分留作后用，剩下的我分成了2份。先兑换100斤石灰，50片瓦。我默念道：兑换成功，消耗80文。系统话音刚落，一道白光在灶台角落闪过，2大袋石灰和整齐的瓦片凭空出现。我怕被人发现，赶紧用柴草把它们盖好。长安，你在干啥呢？突然，娘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一跳，连忙转身。娘，我看看灶火，您怎么来了？娘疑惑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灶台旁的柴堆。没事，娘就是想问问，那些钱真是你卖米赚的？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娘，您放心，钱来得干干净净。我拉着娘的手就往外走。您看咱家这房子，再不修整，等雨季来了，怕是要塌了。爹和大哥也去砍木头了，我准备明天请村里王木匠帮忙把房顶修好。娘听见我说这个，眼圈一红，摸了摸我的头。苦了你了，小小年纪就要操心这些。可是娘的目光还是会时不时地瞥向我身后的柴火堆。我一盘算，反正后面也瞒不住，干脆告诉娘。我把柴火堆打开，露出里面的瓦片和石灰。娘看到眼前的东西，惊得瞪大了眼睛。长安，这些都是你弄来的吗？我点点头，并示意娘小声一些。娘，上次给张屠夫送药的时候，他给了好多钱，这是我托人从镇上带来的。你放心吧，干净着呢。只不过咱们得小心些，别让沈婆知道了。娘看向我的时候，眼里多了几分心疼，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。突然，院外传来响动，爹和大哥扛着几根粗壮的木头回来了。2个人累得气喘吁吁，但是脸上都是笑嘻嘻的。后山那片林子里好木头多着呢。大哥兴奋地和我们说着，爹跟着点头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说道：我和你大哥盘算着，这些应该够了，不够的话，我们爷俩再去山上搬。足够了，爹，明天我就去请王木匠，他手艺好，咱们请他吃饭，工钱少给些，应该能省下不少。王木匠，爹听到他的名号，皱起了眉头。他可是村里有名的倔脾气，不好请啊。娘在一旁解释道：我有办法。我冲他们笑了笑，心中已经有了盘算。我在原主的记忆里找到了这个王木匠，早些年的时候和爹因为脾气不和吵过架，但是心还是好的。第2天一早，我在商城里兑换了几斤白面，让娘蒸了一锅热气腾腾的馒头，香味引得沈婆过来看了好几次。我揣着5个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，和大哥一起敲响了王木匠家的门。王爷爷在家吗？开门的是个50多岁的老汉，皮肤黑黝黝的，手上也布满老茧，因为饿得太久，脸都凹进去了。他懒得抬眼皮，看了一眼我们哥俩，就把大门关了一半。张家的2个小子找我有事。王爷爷，我家房子漏雨，想请您帮忙修修。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掏出热腾腾的白面馒头递给他。这是我娘刚蒸的白面馒头，给您带了几个，您尝尝。王木匠鼻子皱了皱，闻到馒头的香气，眼睛一亮，但看到我们哥俩的脸时，又立马板起脸。现在粮食金贵，你这馒头哪来的？再说了，你家人那么多，有馒头还能想到我这个老头？我爹在镇上做工，主家赏的。大哥在一旁连忙附和。王爷爷，您手艺好，村里人都夸，只要您肯帮忙，工钱我们照给，还管饭。王木匠犹豫了一会儿，终究抵不住白面馒头的诱惑，接过来咬了一大口，一脸满足。成吧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
工钱1天10文，得管2顿饭。行，我痛快答应。接下来的3天，王木匠带着2个徒弟在我家忙活，我让娘每顿都做得丰盛些，糙米饭和炒青菜搭配着来，偶尔还借口说是爹从河里捞的鱼，让他们吃点荤的。王木匠吃得满意，干活也更卖力。王木匠带着徒弟卖力地干了3、4天，原本破败的屋子焕然一新，漏水的屋顶也被修缮好，破败的墙壁也重新抹了石灰。虽然只有白米饭，但是王木匠也吃得十分满足。完工那天，我让娘给做了顿丰盛的。虽然只有白米饭，但是王木匠也吃得十分满足。临走前，他拉着爹的手，脸上有些不好意思。文来啊，你家这2小子不简单，将来必有出息。爹笑得合不拢嘴，又多给了王木匠5文钱。房子修好后，我的心里也踏实不少。但这只是第一步，要想在这个乱世站稳脚跟，必须要有稳定的收入来源。我躺在床上许久没入睡，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房屋修缮的隐藏任务，获得新的兑换商品，请宿主前往商城查看。我赶紧点开兑换页面，发现里面多了一个0种选项：红薯、土豆、玉米，这些高产作物的种子价格都不贵，尤其是红薯，1文钱就能买10株苗。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：备注：耐旱高产，亩产1000斤。我眼睛顿时亮了，现在是春末，正是种植的好时节。线下有了种子，种上红薯，秋收的时候不但可以解决全家人的温饱，多的还能卖钱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找到爹。爹，咱们家还有地吗？听见我这样问，爹忍不住叹了口气。原来是有3亩水田的，去年灾荒，又为了给你治病，只好卖了2亩，现在只剩下1亩薄田了。现在天又大旱，种不出什么粮食。我求着爹带我去看那1亩田，并且把从兑换商城换出来的红薯苗小心翼翼地藏在口袋里。爹耐不住我的哀求，看着家里见底的粮食，最后还是在中午头带我去了田里。家里的地是一块靠山边的旱地，土壤贫瘠，稀稀拉拉长着几棵麦苗，蔫头耷脑的，风一吹就倒下来。我蹲下抓起一把土，在脑海里召唤系统：系统，帮我检测土地性质，是否适合种红薯？正在检测，请稍后。很快，系统在我眼前出具了一份密密麻麻的检测数据，我看不懂，但是最后一句话写着适合播种作物红薯，我心中大喜，赶紧拉着爹的手：爹，咱们改种红薯吧。红薯那东西产量是不低，可不好吃啊，吃了胀气，而且咱这地恐怕也种不出来。那东西耐旱，可是也不能一口水不喝，总比饿死强。爹，咱试试吧，我有办法让红薯好吃，到时候咱能拿红薯换钱。见我坚持，爹又看了一眼贫瘠的土地，想起我这几天的所作所为，也没再继续反对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之前兑换的几株红薯苗，交给爹，让他先种着，我再去找。长安，你这口袋真神奇，总是能掏出东西来。面对我的这些动作，爹都见怪不怪了，笑呵呵地接过我手中的红薯苗。趁着爹埋头种苗的功夫，我跑到大树底下，确定四下无人，打开兑换商城，兑换了500株红薯苗，只花了50文。系统赠送了我一本红薯种植技术。家里也没人识字，我只好藏在怀里，趁着没人的时候自己翻着啃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全家都忙碌起来，爹带着大哥翻地、施肥、栽苗，我则按照书上的方法教爹和大哥怎么才能让红薯苗长得更高，产量更高。我又兑换了一小包青菜种子，交给娘和杏儿，让他们在家里的院子里找一块隐蔽点的地方，把青菜种子撒下去。村里人看到我们爷仨在旱地里种红薯苗，都摇头：笑话，张家这是穷疯了吧？那破地能种出啥？红薯那玩意儿喂猪都不爱吃，等着看笑话吧，秋收时连本都收不回来。面对这些闲言碎语，我只当没听见。有的时候爹和大哥气不过，会和他们吵几句，我则默默记下他们的人名和长相。7天后，我和爹刚要出门，突然有人敲响了我们家的大门。文来兄弟在家吗？爹放下锄头，打开大门，看到门口站着的张屠夫，身后还跟着他媳妇。我看他们的表情，心里猜了个大概，估计是我给他们的草药有了效果。张屠夫的媳妇不但笑眯眯的，手里还提着好多东西。看见张屠夫来，爹本来有些慌的，下意识把我护在身后。可是看他们2口子的表情不像来闹事，就把他们迎进了屋里。他们提着的东西放在桌子上，堆了一个小山头。文来大兄弟，我们俩是来找你家长安的，他上次给我那草药真有用。是啊是啊，我儿子用了那药之后，身上的疮毒好了一大半，这药用完了才来找长安侄子。他们2口子你一言我一语的和我爹说着前几天的事。我娘听到后也笑得弯了眼，发现我真的没撒谎，把我搂进怀里，拍着我的后背一个劲的笑。张大叔，我再去给你找点后续的药，这药可能新奇了点，但是绝对管用，你拿回去再用几天，指定能好。听见我这样说，张屠夫2口子笑得合不拢嘴，赶紧掏出怀里准备好的钱袋子，直接塞到我手里。
长安侄子，这是上次答应你的要钱，还有多给的200文。我老张说话算话，你拿着。张屠夫他媳妇又从怀里掏出另外一个钱袋子，也是沉甸甸的。这2个钱袋子把爹娘和大哥看得瞪圆了眼睛。这太多了吧？不多不多，只要能治好我儿子的病，再给这些也不多。对，不多。这袋是这次的要钱，之前我们2口子有眼无珠，没给要钱，这次先给钱，长安侄子再给药。我有些不好意思，答应一定给他们找到药，治好他儿子的病。趁着他们和爹娘寒暄的功夫，我偷偷跑到厨房，关了门，召唤出系统。系统兑换1个草药包，1瓶消炎药膏。兑换成功，请宿主查收。一道白光闪过后，我的手中多了一个白色的瓷瓶，还有上次的草药包。我把这药交给他们2口子。张大叔，这草药还是上次我教你的那样用。这白瓶的药膏，你一早一晚给涂1次，大概7、8天就能全好了。到时候你再来找我。他们2口子捧着这2份药，眼眶都红了。长安侄子，谢谢你。我们张大哥，这小子能帮到你们就好，其余的话不必多说了。再说了，你这不是给了这么多钱了，只要孩子能好，不给钱我们也给看。他们哥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寒暄了好久，终于把他们2口子送走。回到屋里的时候，杏儿正趴在桌子上吃张屠夫送来的点心。二哥，这点心真好吃，谢谢你。杏儿奶声奶气的一边吃一边说，嘴里掉下来的渣子他都要捡起来再吃了。长平、长安，你们快来，这张屠夫家里真有钱，这个时候了，竟然还有点心。娘从油纸里掏出2块点心，塞给我和大哥，我们俩蹲在一起，吃得开心。爹娘，你们也吃。我们俩这么大了，什么好吃的没吃过，你们吃吧。娘虽然这样说，可是我看到他和爹都忍不住吞了口水。我把点心递到他们手里。爹娘，咱们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快吃吧，这还有好多呢。再说了，张屠夫他们给了这么多钱，咱一时半会儿也花不完，吃吧，吃饱了有力气干活。听见我这样说，爹娘眼含热泪的吃了2块点心，一边说着这点心好吃，一边心疼我。长安长大了，辛苦你了。张屠夫送来的东西不光有点心，还有几尺棉布。娘给我们几个做了一整套新衣服。我看着杏儿穿上漂亮的新褂子，心中充满了满足感。二哥，我好看吗？杏儿在我脚边转了个圈，我看着她面色比以前红润了许多，加上这新褂子的映衬，显得格外可爱，忍不住把她抱起来。好看，杏儿最好看了。一会儿二哥给你找好吃的，我们杏儿一定要长得白白胖胖的。杏儿趴在我的身上咯咯的笑。我突然想起兑换商城里有奶粉的选项，之前因为张屠夫给的钱，我还有其他规划，一直没舍得给杏儿买。这次张屠夫给的钱足够我兑换更多好东西了。趁着娘给杏儿改衣服，爹带着大哥去地里看红薯苗的时候，我在院子的角落里偷偷召唤出系统。系统兑换2罐奶粉，正在兑换奶粉，消耗100文，兑换成功，请宿主查收。白光闪过后，我的脚边多了2大罐奶粉，这奶粉罐比一般的奶粉罐都要大，这100文花的太值了。我捧着奶粉交给娘，却看见杏儿又把原来的旧衣服穿上了。杏儿怎么不穿新衣服？二哥，那衣服太好了，杏儿想等着过年的时候穿。我摸摸她的头，帮她把衣服换回来。杏儿，以后还有更多新衣服，你就放心大胆的穿，二哥一定让你穿得更漂亮。杏儿使劲点点头，高高兴兴地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到处跑。娘正研究我刚给她的奶粉，有些糊涂。长安，你刚才说这叫啥来着？什么粉？这叫奶粉。娘，您用温水冲开了给杏儿喝，喝了长身体。您和爹也喝点儿，能壮筋骨。我耐心地给娘解释，又教她怎么冲泡。娘照着我的方法，小心翼翼地舀出几勺奶粉，用温水冲开，一股浓郁的奶香瞬间飘满了整个院子。杏儿像只小狗一样，嗅着鼻子跑过来，眼巴巴地看着碗里乳白色的液体。娘，好香啊！来，杏儿，慢点喝，小心烫。娘把碗递到杏儿嘴边，又冲了一碗，硬是让我也喝了一碗，留给爹和大哥的那碗，他们一回来就喝了一大口。爹咂咂嘴，眼圈又红了。这是牛奶的味，多少年没尝过了。长安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你都是从哪儿弄的？爹，您就安心喝吧，咱们现在有钱了。张屠夫给的钱可不少，够咱用好一阵子。等咱家的红薯长起来，以后日子会更好的。我安慰着爹，心里却在盘算更长远的计划。有了这笔钱，加上之前的积蓄，家里的经济倒是暂时宽裕了。但坐吃山空不是办法，红薯要等到秋收，这中间几个月还得有个稳定的进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边帮着爹和大哥照看地里的红薯苗，一边在脑海里反复筛选商城里的物品，寻找合适的商品出售。娘在院子里种下的菜种子竟然也发了芽，虽然缺水，可是这种子就像不怕旱一样。娘隔好多天
才把洗脸的肥水浇到上面，可它们竟然还是长得翠绿绿的，甚至那些嫩芽上还挂着露珠。长安，太好了，这青菜活了，咱们可以种了，以后咱们就有青菜吃了，你的身子慢慢也会好起来了。我从系统里兑换了一个小型的蔬菜大棚材料，按照系统给的安装图谱，把大棚安装好，扣在了青菜地上面。娘，有了这个，粮食就会长得快一些，咱们也可以种一些夏天的作物了。爹和大哥从地里回来，看到院子里多了个没见过的玩意儿，都新奇的过来看。大哥用手戳了戳大棚上面的塑料保膜，软软的。长安，这是个啥？这叫大棚。长安说有了这个，咱们冬天也能种菜。娘在一旁得意的抢着回答。他们围着大棚研究了好久，在看向我时，目光充满了赞许和崇拜。这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解锁蔬菜种植任务，解锁更多可兑换商品，请宿主前往兑换商城查看。我点开眼前的兑换商城，里面多了几种调味品的兑换栏。调味，我用手里的钱兑换了几种常见的调味品，还有一袋精盐。长安，你这是弄的什么？爹对我能突然变出来东西，已经见怪不怪了。看着我手中拿着的东西，有些好奇。爹，咱们今晚上吃火锅。大哥和娘也被我的话吸引过来，看向我的时候有些激动。长安，啥叫火锅？哥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让爹去准备了家里剩下的红薯和土豆，切成片，又让杏儿把大棚里的青菜长得差不多的割下来，再教娘如何利用手头的调料炒火锅底料。趁着他们忙碌的时候，我用手头的铜板兑换了1斤肉，拿着油花花的肉找到娘的时候，娘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巴也张成圆形。长安，你可太厉害了！我让娘把肉切得薄薄的，然后配上我刚才兑换的酱油等调味料，把肉腌得香香的。我拉着大哥去地里挖了好大一块黄泥，路过的人以为我哥俩在玩什么过家家游戏。大哥按照我说的，把黄泥捏成了一个简易的风炉形，配合着家里的小铁锅，一个简易的火锅台就准备好了。爹娘，咱们开动吧！爹娘和杏儿看着眼前这种新奇的吃法，都有些跃跃欲试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动手。爹娘，大哥，杏儿，你们看，我把生肉放进去，然后把菜放进去，煮熟了捞出来，蘸着碗里的料吃，香得很。他们几个有样学样，跟着我开始涮肉吃。每个人吃进去第一口的时候，都发出了惊叹的声音。长安，这太好吃了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红薯，以后咱们把红薯挖出来也能这么做。大哥一边吃一边感叹火锅的神奇。我们一家人正吃得香的时候，门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沈婆。我故意让大哥和爹把炉灶支在了院子里，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他过来。果不其然，这香味刚传过去，他就跟着过来了。我示意爹娘不要出声，加快速度把手里的肉都吃干净，然后又让爹找了些破棉被把蔬菜大棚挡住。大哥想找东西擦擦嘴，被我制止了。大哥，就这样，让他看。娘虽然不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他把炉火升得更旺，火锅的香气铺满了整个院子。沈婆在门外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可是怎么敲门我们都不开。终于，沈婆憋不住，哐哐地拍打着大门。开门！你们藏了什么东西？敢不给我说，找死！沈婆越喊越上头，最后忍不住用高大强壮的身体撞开大门。可惜，在她起跳的那一刻，我让爹打开了大门，还好爹身手敏捷，一下子闪开。沈婆肥胖的身体一下子摔在地上，疼得她一直哎呦哎呦的，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个不停。张文来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把我害死吗？我爹赶紧摇头摆手。他婶子，我哪有那个胆子？你这身板撞到我身上，那我还有的活吗？听见爹这样说，沈婆气得从地上跳起来，指着我爹的鼻子开始骂。张文来，你们家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？还在这吃香的喝辣的。听见他这样说，我娘也坐不住了，冲到前面拦住我爹。他婶，我们之前欠你的钱早都还了，你非要多加那么多利息，说到底咱们也是一家人，你做的也太绝了。沈婆自知理亏，而且这院子里的火锅味实在勾人，香得她直抽鼻子。你们少废话，有什么好吃的备着我吃呢？赶紧拿出来！沈婆一边说一边往院子里走，看见地上热气腾腾的火锅炉灶，瞬间来了精神。哟，备着我吃上好的啦！快点给我拿双筷子，否则我把这都给你们掀了！我赶紧凑过去，递给沈婆一双筷子。沈婆在锅里捞了捞，只有几块红薯片，是我刚才故意留的。沈婆不会吃，就像常菜一样塞到嘴里，可是依然挡不住火锅的美味。这什么红薯吗？红薯能这么好吃啊？沈婆一边感叹，一边拿着筷子继续在锅里捞。那几片红薯片不撑她捞一会儿就见了底。沈婆把锅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再找到一块吃的，气得把筷子摔在地上。你们几个没良心的，刚还说咱是一家人，现在有好东西不给我留着，就给我吃几片烂红薯。她眼珠子一转，贼溜溜的直往屋里瞅。我刚才明明闻着有肉味，肉呢？藏哪儿了？我抹了抹嘴上的油，慢悠悠的走到她面前，
露出一个天真的笑容。沈婆，哪有肉啊？都是我娘炒的，这汤料香的，哪有什么肉啊？我们这家屠4壁的。沈婆狐疑地盯着我，仿佛要把我看穿。你个兔崽子，说的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沈婆，我们有好吃的，哪儿还能忘了你？你刚才不也捞了吗？这锅里就几片红薯，哪有什么肉？沈婆显然不信，看看我们一家子油光满面，再看看那口空荡荡的锅，咽了口水。少糊弄我！你们肯定藏了别的，这锅里的汤怎么这么香？说，你们是不是偷了谁家的香料？我娘赶紧站出来，把我护在身后。他婶，你别瞎说，这是长安从后山采的野果子熬的汤，没什么香料。野果子。沈婆凑近锅边闻了闻，那混合了菌菇、辣椒、花椒等香料炒制后的混合香气，哪里是野果子能做出来的？她更加断定我们藏了好东西。好啊，你们肯定发了不义之财，我今天非要搜出来不可。一边说着，她撸起袖子就往屋里冲。我爹想拦，我悄悄拉住了他的衣角，摇了摇头。我爹有些恼怒地看着沈婆在屋里乱翻。我一早就把之前的东西和剩下的食材藏好了，奶粉罐子埋在了灶堂灰里，精盐和调料包塞在了房梁的缝隙里，用破布堵着。就连张屠夫给的钱也被我藏在了墙缝里。至于刚做好的蔬菜大棚，被破棉被盖得严严实实，黑灯瞎火的，沈婆根本不会注意。沈婆像土匪一样在屋里翻箱倒柜，把本来就简陋的家神弄得一团糟。被子扯开，柜子搬空，连米缸都渗透进去看了，折腾了半天，除了扬起的灰尘和更乱的房间，她什么也没找到。怪了！沈婆叉着腰喘气，满脸不甘心，最终又回到院子里，看向院子里那个泥炉子。这玩意是啥？你们从哪儿弄的？是不是这个香的？沈婆，这是长安想出来的，叫暖锅，天冷的时候围着吃，身上暖和。大哥解释，藏在爹身后，怯生生地和沈婆解释道。暖锅。沈婆围着泥炉转了2圈，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好几圈，闪过一丝惊人。这汤底儿怎么弄的？你们肯定加了别的东西。我叹了口气，装作无奈的样子。沈婆，真就是些山上的野花椒和野辣椒，还有娘以前存的一点调料，酱渣熬的。听我这么说，又确实没搜出什么东西。沈婆的气焰消退了一半，但是她才不肯就这样空着手回去，指着那口还带着红油和香气的铁锅。这锅还有这泥炉子，我拿回去看看。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用了什么邪门法子？爹和娘上前想拦住，我偷偷地扯了扯他们2个人的衣角，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爹娘也没那么急了。我娘故作委屈，眼眶里蓄满了眼泪。他婶，这锅我们就这一口，拿走了我们怎么做饭？我管你们怎么做饭，饿死算了。沈婆蛮横地甩开我娘的胳膊，差点踢到了一旁的杏儿。沈婆，这锅你不能拿啊！我装模作样的跪在地上给沈婆磕头，这让她更加坚信了我们吃的东西是这泥炉子香的，直接越过我把泥炉子扑灭。不顾她烫手，用衣服包着就往家走。我拉着大哥和杏儿在后面一起哭，借着黑夜挡住我们，根本没掉眼泪的脸。等沈婆彻底走了，我爹赶紧关紧了大门，拉着我看了一圈，确定我没受伤，才松了口气。长安，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伤到你？我摇摇头，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灰头土脸的杏儿和大哥，3个人咯咯地笑起来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们3个刚才演戏呢，不这样沈婆也不会相信，这样咱家秘制的火锅底料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听见我这样说，爹娘才恍然大悟，惊觉我刚才这一出空城计背后的深意。长安，这样能行吗？村里人都知道了，咱们拿什么给？爹有些不安，毕竟沈婆那个嘴可是出了名的快，什么东西到了她那里都能给你裹上一圈金边再放出来，若是圆不回来，这就是大祸。我教给娘怎么做这底料了，而且原材料也不贵，我想用这火锅底料吸引村里人的注意力，咱们好早些种出青菜和红薯来。爹娘这才彻底明白我的意图，紧皱的眉头舒展开，渐渐放下了戒备，露出了难得的欣慰笑容。长安，你比爹有见识，爹听你的。咱家长安就是聪明。第2天，不出我所料，沈婆果然在村里四处炫耀，说她得了我们家的秘方，做出来的汤香气能飘10里。村里人起初不信，但耐不住沈婆那张嘴，能说会道，加上昨天夜里确实有不少人闻到从我们家方向飘来的奇异香味，渐渐有人开始心动了。第3天一早，村里有名的碎嘴婆子王婆就挎着个小篮子，扭扭捏捏地敲响了我家的门。文来家的在不在呀？娘打开门，看到扭捏着的王婆婆，顿时明白了她的意图，脸上却故作惊讶的样子。王婶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王婆婆进了院子，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四处乱扫，一寸也不肯放过。最后终于在院子角落里看到已经重新垒好的泥炉和铁锅上，贪婪地舔了舔嘴唇。那个，听说你们家有种特别的吃食方子，他婶婆说的神乎其神的，说是吃了能暖和1整天，还能开胃。娘按照我教的说辞，笑着解释，语气里满是云淡风轻。哪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孩子瞎琢磨的，用点山上的野料熬的汤，围着炉子吃些菜叶子、红薯片，图个暖和热闹。野料？什么野料能有那么香？王婆婆明显不信，眼神一横，
觉得我娘在糊弄他。我赶紧从屋里跑出来，手里捧着个神秘的小布包，站在王婆婆眼前，当着她的面打开，里面是几样晒干的野生菌菇和花椒，还有我昨晚特意从商城里兑换的复合香料粉。几样东西掺在一起，一股霸道的香气扑鼻而来。王奶奶，就是这些，后山朝阳的坡上能找到，我娘手巧会配。王婆凑近闻了闻，立马被那股奇异的香味死死抓住，浑浊的眼睛瞬间一亮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有些半信半疑。就这些，就这些。我认真的点头，看向他的时候一脸严肃，像个懂行的小大人。不过配比有讲究，火候也重要。王奶奶要是想要，我让我娘给您配一份，不多，5文钱就成。5文钱？王婆婆有些犹豫，5文钱在平时不算什么，但现在粮食金贵，5文钱能买小半斤糙米了。王奶奶，这一份料省着点用，能煮3、4锅呢，够一家人吃好几顿热乎的。而且现在天还凉，晚上吃一锅，浑身都暖和，睡觉也踏实不是？我看着王婆婆眼里的防线正在崩塌，赶紧跟在后面再拱一把火。再说了，这汤煮出来的菜味道可不一样，普通的红薯白菜都能吃出肉味来。听到肉味2个字，王婆婆肚子不争气的叫了一声，她一咬牙，仿佛下了个天大的决心。臣，给我来一份。娘利索的给她拿了一包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底料，用油纸方方正正的包好。王婆婆揣在怀里，像是得了什么稀世珍宝。王奶奶，这炉子你要不？泥炉10文钱，自己配上家里的铁锅，吃得香着来。这泥炉其实并不值钱，材料甚至都不是我在商城里兑换的，纯粹是我和大哥从后山挖的黄泥。可是搭配我娘炒的底料，这一起捆绑着卖，那就成了独家秘方的必备搭档。王婆婆看了看这造型别致的泥炉子，担心没有这家伙事儿，她煮不出我说的那种肉味来，于是又心疼的掏了10文钱给我。最后，她抱着泥炉子和底料，笑呵呵的走了，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。有了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陆陆续续又有几户人家来买底料，大多是家里有老人孩子，耐不住春寒，或者实在馋得厉害的人家。我们定价不高，主打一个薄利多销。几天下来，几乎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一圈。靠着这个，我们竟然挣够了近1000文钱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的注意力果然被我们家这种新奇的吃食彻底吸引了过去。红薯苗和青菜根本没人关注，爹和大哥可以安心侍弄地里的庄稼，我则利用卖泥炉和底料的钱兑换了商城里的初级植物生长液，加上水稀释了之后，用来浇灌红薯苗和院子里的青菜。这生长液效果显著，不过10来天，地里的红薯藤就铺满了一地，看起来绿油油的，十分惹人喜爱。虽然土地依旧干旱龟裂，但藤蔓却长得精神抖擞，像是不服输的战士。娘看着那一片翠绿，常常忍不住抹眼泪。多少年没见着这么水灵的菜了，长安，你真是咱家的福星。第7天，张屠夫和他媳妇准时来了我家。这次身后跟着的还有他儿子宝来，手里提了好多东西，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，但能看出他们的心意。文来兄弟，你这儿子真神了，这要给我儿用上后，现在你看，白白嫩嫩的，和小时候一样。张屠夫说着，把儿子拉到面前，就开始脱裤子，想要展示疗效。我赶紧一把捂住杏儿的眼睛。张屠夫意识到不对，赶紧提起来，冲我们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你看我这粗人一个，习惯了。说着和媳妇一起把东西堆在了我家院子里，像座小山。长安侄子，你快点看看，宝来还用再抹点什么药不？张屠夫他媳妇把儿子拉到我面前，笑得眼睛都找不着了。我扒开张宝来的衣服看了看，他的皮肤有些粗糙，但是疮毒都已经好了，就是还有些干燥起皮。婶子，你等我给你找点东西，也不是药，不用天天摸，风大的时候给我哥抹上点，过些日子皮肤就更嫩了。听见我这么说，张屠夫他媳妇高兴的直拍巴掌，大夸我娘生了个好儿子。我钻到灶台房，熟练的召唤出系统。系统兑换一份润肤乳。好的，一位宿主兑换润肤乳。我看着手里的润肤乳，突然想到了娘干裂如树皮的手，又掏了几个铜板出来，兑换了一支护手霜，悄悄藏在了灶台底下。回到院子，我把润肤乳交给张屠夫，特意叮嘱一定要常给张宝来洗澡，洗完澡抹上这个，过些日子就好了。听见我说洗澡2个字，原本喜笑颜开的几个大人瞬间都变了脸色。长安侄子，你看有没有别的法子？这洗澡……张屠夫有些为难，和我爹对视的时候，2个人都有些哀意，仿佛提到了什么禁忌。怎么？他们这才和我说了实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透着深深的绝望。村里已经半年多没下雨了，那口老井存的水也陆陆续续用完了，河床早就干得裂开了大口子，大家已经快要断水了。这样的情况哪里敢洗澡？能喝上水就不错了。我一拍脑袋，竟然忘了这一茬了，光想着带着家人能吃饱饭，忘了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饥荒。张大叔，那先不洗澡，你给宝来哥勤换衣服，换下来的衣服多晒一晒再穿，然后多抹一些这个，用完了再来找我拿。听见我这样说，张屠夫这才松了口气，把一串铜板递给我。我掂了掂，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多了，再看他们拿来的东西也不如之前的丰厚了，我猜他们也捉襟见肘了。见我不动，张屠夫涨红了脸。长安侄子，你看我这年头也没人舍得宰猪吃肉了，我这也没有来源了。我把铜板摘下来一半还给他，这几次他给的钱足够多了，得人恩惠千年计，总不能给他们逼上绝路。我留下了10几个铜板后，
又给他报了一个泥炉和一包底料。张大叔，这是这几天俺家里卖的比较好的，我猜你也听说了，这次的药就不要钱了，你这铜板就当买了我这泥炉了，你看行不？张屠夫眼眶都湿了，看向我的时候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长安侄子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张大叔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一开始你也多给了我好多钱，这也是我一点心意。推脱了几次，他们3个人终于抱着泥炉回去了。关上门，爹把我搂在怀里。我的长安是个大孩子了，比爹能扛事。我在爹的怀里点头，心里却一直在想，怎么才能解决村里吃水的问题。没有水，我的红薯苗再耐旱也撑不过几天。晚上，趁着几个人都睡了，我跑到院子里召唤出系统。系统，村里的水源问题，你有没有办法解决？检测到宿主请求，正在寻求解决办法。系统短暂的沉默后，在我眼前投射出一幅详细的村庄地形图，几个红色的光点在图上闪烁。经检测，本村地下30米处存在稳定浅层地下水，建议宿主兑换小型手动钻井设备，兑换价格800文。800文，这几乎是我家全部的积蓄了。如果全拿出来兑换，万一不成，前面的一切都作废了。我有些犹豫，暂时关上了系统的兑换页面。我找到爹和大哥商量该怎么办。爹正在为地里的红薯苗发愁，大哥也唉声叹气的。爹，大哥，怎么了？长安，你来了。这红薯苗好像有点缺水，浇上你给配的营养液也不太好，不会前功尽弃吧？大哥给我看了几根他在地里拿来的红薯苗，根据系统给的种植手册，这样看确实有些缺水的样子。爹，大哥，我有个事儿拿不准，咱们商量一下。见我也愁眉苦脸的，大哥和爹不由得跟着紧张起来。咱村里现在缺水，我今天围着村子走了好几圈，发现了几个地方可能有地下水，可是咱没有工具啊。如果要买工具的话，我找人问了问，得800文。800文，这么多！大哥忍不住惊呼，这对以前的我们家来说，简直是天文数字。爹，大哥，你们觉得咱们该怎么办？大哥也拿不定主意，我俩齐刷刷的看向爹。长安，咱村里的情况特殊，挖井这个事儿不是有工具就可以解决的。这个井挖在哪儿，怎么挖都是问题。爹的话给我浇了一盆凉水，我拿着刚才凭记忆画的地图再次研究起来。大哥指着其中一个红点问我：长安，这里你标记的意思是能挖出水吗？是，大哥，这里有可能能挖出来，概率也不低。大哥拍了拍脑袋，拉着爹过来看我手里的地图。爹，你看这里是不是前几年村里挖井挖了一半放弃的地方，就在咱家地旁边。经过大哥的提醒，爹对着地图好好看了看，发现确实是之前挖井的地方。长安，你这图准不？这地方之前村里挖过，挖了好久都没见水，就用了个大石头盖上了。你这图……爹怕说出来伤我的心，后半句硬是咽回去了。爹，你说的当真？那地方挖了多少了？爹和大哥决定带我去地里看看。到了地方，我才发现以前我没注意到的地方，果然盖了一块大石板。就是这儿了。当年村里老人说这里是龙脉的尾巴，哇，竟能出水，可挖了7、8丈深，连个湿土都没见着，就放弃了。大哥用脚踢了踢石板，发出几声沉闷的响声。长安，你这图上标的是这里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看着干枯枯的井，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在脑海中再次唤出系统，调出刚才的地图，将眼前的实景与系统标注的红点仔细比对。系统再次确认此处地下水探测结果，正在重新扫描。扫描完成，目标位置地下确认存在含水层，水量稳定。此前探测失败，原因分析：早期挖掘深度不足，且未避开地下干涸区，建议向东偏移3米。系统给出了更精确的数据和建议，我心中大定，指着石板东边大约3步远的一处相对平整地面。爹，大哥，不是这里错了，是当年挖偏了，真正的出水点在那儿。偏了？爹和大哥面面相觑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就偏这几步？地下的事情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我学着记忆中学校地理老师的口吻说道。而且当年可能挖的也不够深，爹，我想试试，如果这里真能打出水来，不仅咱家的地有救了，全村人……爹蹲下身，抓起一把东边那片地的土，在手里搓了搓，又放到鼻子前闻了闻，眉头紧锁。这土看着是比别处润一点，可是长安800文啊，万一……我抓住爹粗糙的大手，认真地看着他。爹，我知道这笔钱是咱们家现在全部的指望，但您想想，没有水，地里的苗熬不过这个月，咱们那些钱迟早坐吃山空。有了水，红薯能活，菜能长，咱们才能有更长远的活路。就算……看着爹的表情有些犹豫，我拉着他的手继续劝说道：就算真的打不出水，这800文买的工具，咱们还能想办法卖掉，或者租给村里别家想试试的人，不至于血本无归。大哥被我说动了，也拉着爹的手开始劝说。爹，我觉得长安说的有道理，现在村里人都可疯了，咱要是能打出水，哪怕只是一口小井，那地位可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沈婆他们还敢来欺负咱。爹沉默了好半天，眼盯着那片土地看了半天，又看着我们兄弟俩，终于他重重的叹了口气，像是下定了极大的决心。好，爹听你的，这800文咱花了，不过这事儿不能声张，得悄悄干。爹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办成，让咱家过上好日子。当天晚上，爹回家就和娘说了这件事，出乎我的意料，
娘竟然一口就同意了。娘，你不问问我吗？娘把我搂在怀里，轻轻拍了拍我身上的土。长安，家里的钱是你挣来的，你说咋花咱就咋花，大不了咱们从头开始。我的眼眶湿润，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事做成。爹小心翼翼地从墙缝里捧出几个沉甸甸的粗布钱袋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都交到了我手上。只不过递到我手里时，爹的手都在微微颤抖。长安，交给你了。我拿着钱，第二天一早就和大哥去了后山的地里，趁着大哥下警察看的功夫，我召唤出系统。系统兑换一套钻井设备，钻井设备兑换中，兑换成功，请宿主查收。还是一道熟悉的白光闪过，地里多出一套简易的钻井设备。大哥爬上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组装。长安，你这从哪弄得这么快？我安排人送来的，人都走远了。刚才你在井底，可能没注意到。我含糊其辞地回答道，生怕大哥多问。好在大哥也习惯了我这种突然变出东西的状态，和我一起快速地组装着。大哥，你刚才下去看了怎么样？东边的土是不是更润一些？长安，你真神了！东边那井壁摸着是潮的，还长了点青苔，虽然没见着明水，但底下肯定比别处湿。这消息让我的信心更足了，拉着大哥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把这套手动钻井设备组装好。设备很沉，我们俩半大的孩子根本搬不动，只好又回家叫上爹。我们3个人趁着夜色把设备摆放好，然后爹做了个稻草人，把设备藏在一堆柴草下面。偶尔有路过的人还会讥讽2句，说我们种了无用的红薯苗，还要按个大哨兵。对此我们一路不回应。第二天天不亮，我们就悄悄到了地里。爹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人，才和大哥一起掀开柴草，露出那套设备。这玩意儿真能行。爹摸着冰冷的铁架子，还是有些忐忑。爹，试试就知道了。不过咱们的动作得轻点，别弄出太大动静。我选了系统标注的那个点，做好标记后退到一旁。爹和大哥负责轮流转动沉重的绞盘手柄，我则在一旁观察钻头带出来的土样。起初的基米都是干燥的硬土，偶尔夹杂着碎石，每钻深一点，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一分。爹和大哥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紧张的，额头上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。钻到大约5、6米深的时候，带出来的土样颜色开始变深。爹哥，慢点，土有点潮了。我抓起一把新带上来的土，入手有明显的湿凉感。爹和大哥精神一振，手上更加用力，钻头继续下行，阻力似乎变大了一些，又往下钻了一段。当大哥再次摇动手柄时，钻头突然一倾，带上来一大捧湿漉漉的泥土。出水了，是沙层，下面可能有水。我虽然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可是兴奋的劲头怎么也压不住。我们赶紧加快速度，又往下钻了一段。这次当钻头提上来时，竟然带上来了一些浑浊的泥水。真的出水了，虽然混，但真的是水。爹的声音都在发抖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大哥更是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被我一把按住。小声点，先别声张。爹和大哥又忙碌了几天，才彻底把井打好。虽然出水量还不是很多，但实打实的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突然，系统的提示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掩藏任务挖井，获得特殊奖励，请宿主前往兑换商城查看。我点开兑换页面，发现增加了许多新的作物品种，还有布匹和工具兑换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惊奇的发现，所有物品的兑换价格都比之前更低了。爹，大哥，井打成了，水也有了，但咱们的红薯还得2、3个月才能收，光靠卖泥炉底料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想着，咱们能不能用这井水做点别的营生？做啥营生？大哥眼睛一亮，他现在对我这个弟弟已经是言听计从了。咱们井也打出来了，那设备也不用了，我准备拿上地图和设备去找一趟村长。长安，你要把设备卖了吗？大哥有些不舍，毕竟买个工具不容易。不，我租给村里，按天收钱。如果租了我的设备，我给他地图；如果打出井水来，多给我50文。爹和娘愣愣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骄傲。第二天一早，爹就带我去了村长家。王叔，不瞒你说，我家那地里已经打出水了。你要是租了我这设备，我家长安能带你们打出水来。爹在村长面前夸下海口。村长王兴国听见我爹说地里打出水了，立马来了精神。原来你说的话当真？我爹认真的点头，还特意揪了一根红薯叶子带来。村长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叶子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好，我这就叫上全村的人去村头集合。我和爹在村头的槐树下守着机器。村长叫来了全村人，个个面黄肌瘦，走路脚步虚浮。各位，我知道大家过得苦，原来他家打出水了，现在他家有钻井的设备，你们可以过来找他们租。他家长安说了，租设备就可以告诉大家泉眼的位置。村长此话一出，底下人顿时开始议论起来。沈婆饿得都瘦了，可是嗓门还是很大。张文来，你挖出水了，咋不和大家一起用？还想用这个来挣我们的钱？我爹听见他说话，立马皱紧了眉头。沈婆嗓门高，号召力也强，周围人听见他这样说，立马开始对我们群起而攻之。是啊，文来，你怎么还发这种饥荒财？就是，有水不给我们分。爹的脸皮薄，大家一说，他有口难言，涨红了脸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各位叔叔婶娘，这井是我们爷仨黑天白夜挖的，而且就在我们自己家的地里，设备是我们花钱买的，你们没出一分力，我们凭啥给你们分呢？
我站在大槐树地下，声音不大，但却异常坚定。我们租设备，按天收费，1天50文，打一口井。你们人多的，1、2天就能打出来。听见我这样说，周围人的议论声便小了许多。我赶紧趁热打铁。各位，这设备是我们家花光了家底买的，如果你们不用，那我们拿走了。这水我们家绝不会让出半碗。我说完，拉着爹就开始搬设备，底下人坐不住了。文莱兄弟，我租。我也租。开口的是张屠夫，紧跟着还有王木匠。文莱兄弟，我相信你们，这设备我租了。长安侄子，你带我去找离俺家最近的泉眼，这井我打。张屠夫说完，拉着我和我爹就开始搬设备，王木匠也跟在后头。有了这2个人带头，很快租设备的人排起了队伍。我让大哥找了张报纸给他们发号，但是泉眼有限，发了几个之后，我发现泉眼不够分的。大伙听我说，泉眼有限，后面的人在排队也是浪费，不如大家合作，几家共同出资挖一个，一起共用。我说完，后面排队的人有些不乐意，可也没有办法。张屠夫提出愿意和王木匠共用一个，后面的人也慢慢同意，逐渐开始组队。沈婆凑到我们跟前，和以前凶巴巴的样子不同，笑嘻嘻的看着我们。文莱，你看咱2家离得这么近，这井……沈婆，你想用可以，100文可以用3个月。我说完，沈婆的脸立马就变了，直骂我抢钱。沈婆，这井你没出钱也没出力，难不成还想白用不成？你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村里其他人定是不愿意的。我故意把声音拉长，好让周围人都听见。果然，我一说完，村里几个老太婆就开始指责起沈婆。沈婆气不过，扬言绝对不用我家的井，气呼呼的离开了。回到家，我和爹一起把钱放好，虽然暂时还没回本，但是日子也要变好了。杏儿跑过来抱着我的小腿，二哥，你看咱院子里的菜成了。我看着杏儿手里拿着的绿油油的菜叶，心中大喜。娘，成了，这菜比我想象中熟得快。一家人抱在一起欢呼。我在心里暗暗盘算，等着租设备的钱挣回来，就用那钱换菜种子卖给村里人。爹娘，咱们现在水的问题解决了，不能这样一直干等着，咱们得谋划点别的营生。什么营生？爹娘异口同声地问我。如今在他们心里，我就是家里的指挥官。做豆腐。豆腐。爹娘和大哥都愣住了。我这几天在商城里反复研究，最终得出的结论，豆腐是好东西，蛋白质含量高，出品也快。可做豆腐需要豆子，需要磨，需要手艺，还需要卤水或石膏，这些咱都没有啊。娘有些为难地说着，低头看了看空荡荡的碗，因为挖井已经把家里的钱都用光了，哪有钱去买豆子？豆子我可以想办法，村里石磨是现成的，给点粮食就能用。至于手艺，我转头看向正在惆怅的娘。娘，你以前不是帮镇上的豆腐坊打过短工吗？应该见过怎么做吧？娘这才想起来，点点头。大体步骤我是知道，可那点卤水是关键，咱们没有啊。卤水我有办法。系统商城里制作豆腐所需的盐卤和石膏价格并不贵，说干就干。我借着去镇上找门路的机会，跑到后山兑换了几斤黄豆和1包盐卤，又用粮食作为报酬，向村长征用了村里公用的石磨。第一次尝试并不是很顺，娘虽然记得步骤，但火候和点卤的量掌握不好，做出来的豆腐要么太老，要么不成型。我在系统里查看了做豆腐的技巧，记下来后偷偷告诉娘，她结合之前的经验，很快摸到了窍门。当第一版洁白细嫩的豆腐成功做出来时，浓郁的豆香弥漫了整个院子。我们切下一小块尝了尝，口感嫩滑，豆味十足。成功了，娘，您太厉害了！我围在娘身边欢呼。娘看着成功的豆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是长安你给的方子好。我们将豆腐切成小块，用干净的荷叶包好。这次我不打算走低价路线，物以稀为贵。村里乃至附近几个村子，已经很久没人做得出豆腐了。我让大哥挑着豆腐，先去村长家和张屠夫家各送了一小块品尝。不出所料，豆腐的美味和稀有性很快引起了轰动。第二天下午，就有好几户人家上门来问：长安，你家这豆腐咋卖？不多，5文钱一块。我报出了比平时市价略高的价格。5文，这么贵？叔，您尝尝，这豆腐多嫩多香。现在确实有井水了，可豆子难找啊，做工也麻烦。5文钱买回去给老人孩子补补身子，值。我笑着解释，又切了一小片给问价的人品尝。那人尝了，眼睛一亮，再看看脚底下眼巴巴瞅着的孩子，一咬牙，成，给我来一块。我家也来一块。第一版豆腐很快就被抢干净了。我把豆子都交给娘，让她带着杏儿2个人做豆腐，就在家门口卖。沈婆闻着豆腐的香味，馋得直咽口水。可是没人和他合作挖井，他也不肯给我家交钱，一直扭捏着不肯过来买豆腐。后来他儿子馋得厉害，吵着让他来买豆腐，他又重新拾起自己之前的架势。文莱家的这板豆腐我拿走了，你再做新的吧。说完，他抱起豆腐板就走，可是却被后面排队买豆腐的人拦住。沈婆，这豆腐是大伙订的，你今天恐怕是拿不走了。娘现在说话也有底气了，擦了擦手，示意沈婆往后看。沈婆脸上挂不住，叉着腰骂道：反了你们了，都是一村人，拿块豆腐怎么了？你们张家发达了，就不认穷亲戚了是吧？我娘没吭声，只是默默地把豆腐板护在身后。这时，排在最前面的王木匠开口回怼道：
他婶子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，你啥都没出，光想拿现成的，天底下没这道理。就是井不出钱的，豆腐还想白拿？想吃就拿钱买，不然排队去。周围的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沈婆臊得满脸通红。她看着那一板白嫩的豆腐，又看看周围人鄙夷的眼神，最后狠狠跺了跺脚。呸！什么破豆腐，求我吃我都不吃。说完，她拉着哭闹的儿子，狼狈地走了。娘松了一口气，感激地看向周围人，连连道谢。王木匠摆摆手，文来家的甭理他，这年头谁家都不容易，但也不能不讲理。你家能做出豆腐是本事，我们该掏钱掏钱。有了村里人的支持，我们家的豆腐生意渐渐红火起来。虽然每天做的量不多，但细水长流，加上租井设备的收入，家里的日子一天天宽裕起来。我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兑换成了商城里的高营养种子和肥料，悄悄改善村里的土质。爹和大哥种下的红薯藤越长越茂盛，到了夏天已经爬满了整块地，地下的块茎也开始膨大。我偷偷扒开一处看了看，结的果子又大又匀称。我让爹去后山背了一捆柴火，又拉着大哥开始挖黄泥。长安，你又有什么鬼点子了？咱们这次用黄泥做什么？我嘿嘿的笑，不肯说，只是让大哥按照我说的方法不停的捏。很快，一个烤红薯的小炉子做好了。上一世我在街上看过，这种烤红薯的小炉子，每个洞都能受热，烤出的红薯又香又润，最上面一层还可以晒红薯干。我让大哥把炉子架在院子角落，升起小火，先慢慢烘烤着泥坯，让它干透定型。长安，这又是啥新玩意儿？爹从后山背着柴火回来，擦着汗好奇地问：爹，这叫烤薯炉，等红薯收了，咱们不光能煮着吃，还能烤着吃，烤出来的红薯更甜更香，说不定能卖钱呢。还能这样，那感情好。泥炉烘了2天，彻底干透后，我用系统兑换的铁皮给炉子内部做了个简单的衬层，防止高温开裂。我把泥炉放在娘卖豆腐的摊前面，过来买豆腐的人都能闻到烤红薯的香味，买豆腐的人都要顺手买一块红薯回去，吃得香甜了。我便趁机向他们推销我的种子，我卖的种子便宜，还赠送营养剂，许多人家都开始劳作起来。傍晚，我用卖种子换来的钱，在商城里兑换了一块肉，让娘包包的吃。杏儿穿着新做的衣裳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小脸也变得红扑扑的，在我身边二个不停地喊。我看着爹娘和大哥吃得满足，心里也暖暖的。爹娘，我想咱们得把菜种子也卖出去，还有大棚，让家家户户都种上菜，否则咱们很快就要变成村里人的眼中钉了。爹娘立马同意了我的想法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拉着爹娘在家门口卖种子和蔬菜大棚的材料。买蔬菜大棚的人可以送1包种子和1袋营养剂。另外，我爹还现场教怎么制作大棚。村里人都感念我们家的恩惠，经常有人拿着家里的好东西来我家换。村里的地慢慢的有了生机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开始有了气色，不再是之前那种死气沉沉的样子。我家门口每天清晨卖豆腐的摊子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，人们端着碗来买豆腐，顺便闲聊几句，交换着谁家地里又冒了新芽的消息。沈婆家却成了村里的异类，她拉不下脸来租设备，也舍不得花钱买豆腐，家里仅存的一点粮食眼看就要见底。她儿子铁蛋饿得天天哭闹，有一次甚至偷偷跑到我家地头，眼巴巴地看着香软可口的烤红薯流口水。被大哥发现后，大哥心软，拿了一个最小的塞给他。铁蛋如获至宝，顾不得热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。这是不知怎么被沈婆知道了，她非但没有感激，反而冲到我家门口破口大骂，说我们故意用小红薯羞辱她儿子，不安好心。我娘气得浑身发抖，我拦住想出去理论的爹和大哥。爹娘，大哥，别理他，咱们越理他，他越来劲儿。他家没水，地种不了，粮食吃完，迟早要求上门来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没过几天，沈婆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变。她不再骂街，改成在村里到处诉苦，逢人就说自己孤儿寡母多么不容易，话里话外暗示我们家发达了就不顾亲戚情分。村里有些人开始对她投去同情的目光，甚至有人私下来劝我爹娘。文来到底是一家人，能帮就帮一把吧，他再这么说下去，也坏了你家的名声。爹娘都是心软的人，被说的有些动摇。晚上吃饭时，爹叹了口气，纠结好久，终于开口：长安，你看，要不让你沈婆家也用井水，毕竟是你爷爷的亲兄弟。我放下碗，认真的看着爹。爹，您的心善我懂，但您想想，当初他抢咱们最后一口粮的时候，可想过是一家人？他差点打死娘和杏的时候，可念过一点亲情？爹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在这事实面前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看着爹娘为难的样子，还是不忍心他们为难。帮可以，但绝不能白帮，他得付出代价，得让他知道这世上没有白得的好处，否则他只会觉得咱们软弱可欺，以后变本加厉。长安，那你说咋办？让他用井水可以，要么他出钱，要么他得给咱家干活抵水钱。挖井时他没出力，现在想用水就得补上，而且只许他用来浇地，不许他家吃喝的水他必须花钱买，或者用粮食换。听见我松口，爹也松了口气，仔细想了想，觉得我说的也有道理，
点头应下。是这个理，不能让他觉得啥都是应该的。第二天，当沈婆又舔着脸，扭扭捏捏的来到我家，暗示想用井水时，我把这个条件摆了出来。沈婆一听，当场就炸了。啥？让我给你们干活，还要花钱买水喝？张长安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心咋这么黑？我斜眼看着他，原地发疯。沈婆，井是我们花钱出力打的，水就是我们的，你想用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，不愿意，大门在那边，好走不送。沈婆气得脸色发青，哆哆嗦嗦指着我你了半天，也没说出个屁来。最后，他看着院子里晾晒的饱满豆子和角落里日渐茁壮的青菜，又想起家里快要见底的米缸和哭闹的儿子，那股气焰终于一点点熄灭了。他咬着牙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干就干，干啥活？眼下正是红薯地需要除草松土的时候，沈婆，规矩你都懂了吗？每天干满3个时辰，可以拎2桶水浇你家的地。懂了。至于想喝的水，3文钱1桶，或者1斤粗粮换2桶盖，不赊账。沈婆的脸都绿了，眼角的肥肉抽搐着，看着自家那快要冒烟的旱地，最终还是咬着牙，极度不情愿地点了头。于是，连日来村里人看到了奇景，一向蛮横跋扈、走路横着逛的沈婆，现在每天灰头土脸的趴在我家红薯地里除草松土。这块没除干净，重来。还有那边的垄沟，土没松透。长平啊，婶子腰都要断了，就通融一下，多给半瓢水行不？不行，长安说了，差1分力，少1挑水。大哥毫不客气地指出来，手里的水瓢稳稳当当，一滴也不多给。沈婆偶尔想偷懒，都会被当场抓包。村里人起初还觉得我们有点过分，毕竟是长辈，但慢慢听说了他之前抢夺救命粮、踢打孩子的那些事之后，风向彻底变了。早该有人制止他了，恶人还须。不对，这叫我有恶报。文莱家还是太厚道，要是换了我，这种连亲侄子救命粮都抢的畜生，门都不让他进。在劳动改造和清水的双重压力下，沈婆不仅没力气骂街，连嚣张气焰也被彻底打了下去。不到半个月，人竟瘦了一大圈，没了往日那种油腻可憎的模样，看着顺眼了不少。随着秋收时节到来，这贫瘠的土地终于有了回报，村里人慢慢活络起来，各家各户种的蔬菜开始在村头售卖。可奇怪的是，每次我家去买的时候，他们全都死活不要钱。长安，拿着，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，没有你们家的井，这菜早死绝了。提前就是打我的脸。他们感念我们的好，时不时就会给我家送一些好东西，推都推不掉。家里日子富裕了，我用挣来的钱在系统里换了些稀罕玩意儿。今晚是给杏儿的惊喜。杏儿，张嘴。二哥，这个黑黑的好滑，好甜，比红糖水还好喝。这叫巧克力，还有这个蛋糕，都尝尝。看着杏儿嘴边沾满奶油的笑意，我和爹甚至商量起了重新办学堂的事情。日子慢慢好起来，我坐在一家人中间，感受着这久违的亲情包裹，已经许久没有想起来上一世那些冰冷的背叛。